我們去超市買牛奶，總會翻來覆去看生產日期，買面包也會挑當天出爐的。但去買一杯咖啡時，明明核心是咖啡豆，卻很少有人問一句，這豆子是什麼時候烘好的？甚至咖啡品牌也几乎不主動告訴你，究竟是消費者压根不在乎吗？還是品牌自己不敢说不敢印呢？其實普通咖啡豆研磨成粉後，喝起來照樣有苦味，有咖啡味，消費者喝不太出来区別，自然也就没人较這個真。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不當回事的領域裡，最近有個做奶茶起家的品牌反倒認真了，他把30天新鮮烘焙咖啡豆直接印在杯子上，它就是古茗。今年5月中旬到5月底，古茗搞了一场很有意思的活动，全场咖啡每天9塊9，但仔細品品，你就会发现，這杯9塊9的咖啡，真正的殺招可不在便宜。如果說酒越陳越香，那咖啡豆就是完全反着來的冤大頭。很多人誤以為深色豆子都一個味兒，但咖啡風味根本經不起時間的拖累。烘焙後10到30天內，咖啡豆內部積攢的油脂、香氣化合物、淡淡的甜感都處在爆發階段。一旦邁過30天這道坎，豆子裡那些撐場面的風味分子就會開始散去，本來微妙的果酸變成尖酸，油脂氧化後帶來的苦味蓋過了一切好味道。目前行業內很多連鎖品牌出於供應鏈成本和庫存周轉的考量，用的豆子從出厂到門店往往已經過去了30-40天，甚至更久，消費者壓根嘗不到豆子最好的光景，就被一股焦糊水灌飽了胃。古茗就卡在這個死穴上做了文章，從生豆進爐烘焙到烘焙完畢配送至門店，再算上門店賣完這批豆子的全部時間，整條鏈路鎖死30天。為了適配現磨咖啡和短保期鮮奶的嚴苛要求，古茗在限制茶飲行業裡早就鋪開了規模最大的自由冷鏈物流體系。截至今年年初，古茗已經建了24個大型倉庫，冷庫容量超過了7萬立方米。靠着這支隊伍，古茗能讓約98%的店面享受到2天送1次貨的冷鏈配送頻率。古茗的咖啡豆烘焙完成後到運到門店花掉大概10天，這批豆子進店時剛好踏進10到30天的黃金賞味期窗口。门店在賣的時候，每一杯萃出來的咖啡都處在豆子最鼎盛的戰鬥狀態。反觀很多普通咖啡店和貼牌咖啡，豆子在倉庫裡吃灰1個月以上，到店時烘焙香氣早已壽終正寢。那你喝到的那個入口焦苦加奶味的分離感，不是舌頭有問題，是豆子真的陣亡了。一杯拿鐵好不好喝，說到底就2樣東西，豆子的新鮮度，牛奶的新鮮度。古茗之所以能把9.9元的咖啡端出柔滑絲綢一般的口感，靠的就是2樣杀手鐧剛好都在巔峰期。為了保證咖啡的順滑口感，古茗全線升級了鮮牛奶供應鏈，告別了茶飲界最常見的常溫奶。在冷鏈物流的暴力加持下，鮮奶從出廠到進店全程鎖鲜。當一杯现磨咖啡萃取出來那一瞬間，油脂從咖啡豆子裡爆開，鮮奶帶着天然的甘甜貼上去，順滑交融，最終喝進嘴裡不是苦澀的單層液體，而是一口綿密順滑、有層次感、不發水的拿鐵體驗。如今市面上大部分9.9元咖啡喝起來寡淡如水，表面一層薄薄的油脂甚至消失殆盡，因為他們用不新鮮的豆子配常溫的奶，再怎麼調配都没法生出那股醇厚感。而在古茗近2年推的27款咖啡新品中，有3款特別值得拎出來聊聊。第一款叫椰椰冰淇淋拿鐵，杯頂懸浮着一整塊白到剔透的椰子冰淇淋，底下鋪滿椰香濃郁的咖啡液，第一口下去像喝了一口帶着淡椰香的新鮮現磨，椰子的清甜與咖啡的微苦平衡的恰到好處。第二款是香草籽維也納，這款更像是拿鐵界的顏值擔當，頂部一層如雲朵般蓬鬆的動物奶油，裡面混入了馬達加斯加香草籽，一口下去香氣瞬間在口腔裡炸開，底部的咖啡鮮爽清透，絲毫沒有齁甜膩口的沉悶感。第3款叫苦盡甘來拿鐵，這杯的名字起得像一個有故事的咖啡，可可粉奶蓋入口帶一點微苦，混着芝士的鹹香，隨後柑橘果汁和精粹橙皮的風味衝出來，甘甜的回味湧上舌尖，真有種苦盡甘來的口感。按理說這3杯咖啡花活多，配料雜，換成一個底子稍微弱一點的豆子去承托，瞬間就會露怯。但正因為古茗死磕住了30天鮮豆加冷鏈鮮奶的底牌，再怎麼往上疊加花樣，加冰淇淋加奶蓋加果汁，內核永遠是穩的，做出來永遠是好喝的。現在再看古茗這場5月18日到5月31日全場咖啡每天9.9的活動，你就能品出不一樣的味兒了。整個咖啡價格战打了這麼多年，大多數9.9元咖啡說白了是犧牲了豆子新鮮度、奶源品質、供應鏈成本之後打出來的低價策略。市面上大部分9.9元咖啡，沒人敢把烘焙日期30天內寫在杯子和菜單上，但不是他們不想，是真的做不到。而古茗幹的恰恰是反其道而行的，別人降標準打價格，古茗是抬標準打價格，用自己打磨成熟的30天鮮豆工藝和供應鏈系統，硬生生拖起了一場低價不低質的咖啡普及戰。這場仗的核心意義不在於9.9這個數字，而在於古茗讓更多普通人能輕鬆用手裡的9塊9喝到一杯真正活着的新鮮咖啡，這才是讓古茗這個做奶茶起家的品牌在咖啡圈砸出這麼大动靜的原因。但歸根結底啊，古茗不是在卷價格，而是把新鮮這件事兒從自己的奶茶賽道裡連根拔起，直接帶進了整個咖啡行業，讓高品質高鮮度的現磨咖啡以一個亲民的門檻走到所有人身邊，而這才是古茗這一杯9塊9咖啡背後真正的大局。